我陪小姐參加10年一度的仙士大會，結果小姐落榜，我成了全場最有資質的人。宗門長老點名要收我為徒，我惶恐擺手，我只是個普通丫鬟，而且馬上就要成婚了，不想修仙。長老拿出一面可窺天機的鏡子，讓我窺一窺未來再做決定。他認為沒人能拒絕長生不老、位列仙班的誘惑。可鏡中漫天血霧，白骨成山，我竟成了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。我更加害怕，撒腿跑回家。我只想嫁個好人，過平凡生活。那個徒手擰下人腦袋、拿骨頭剔牙的女魔頭才不是我。自從在天機鏡中窺見自己的未來，我沒睡過一個踏實覺，大米飯都少吃好幾碗。我爹娘都是普通村民，家中揭不開鍋，將我賣到林府當丫鬟，換取弟弟們上學的費用。我雖然吃得多，但幹活勤奮，唯一的毛病就是愛偷看大少爺，飯飯花痴，做做小夢，怎麼也不至於走上殺人那條路啊！而且我馬上就要成家了，對方是林府管家的兒子，雖不如大少爺俊俏，但勝在身材好。那劈柴練就的一身腱子肉，光是想想就讓人流口水。我越想心跳越快，準備去找阿文說說心裡話。經過柴房時，卻聽得裡面傳來陣陣不可言說的聲音。我鬼鬼祟祟停下腳步，踮起腳從窗戶往裡望，想看看是誰膽子這麼大。卻看見我的未婚夫阿文和小姐，兩人坦誠相見，小姐一臉享受，眯着眼，迷離的目光正好和我對上，嘴角勾起一抹挑釁的笑。小姐一向待我很好，我不知她為何要這麼做，一時氣血上湧，隨便撿了個東西破門進去。兩人竟有恃無恐，在我面前繼續。小姐摟着阿文的腦袋，挑釁看我，瞪什麼眼睛？小心我給你挖了！一個卑賤丫鬟，竟敢讓我在仙士大會上丟盡臉！我不光要搶了你的人，還要在你臉上刻下賤種2字，邁進窯子當破鞋，一輩子都別想出來！小姐推開阿文，動了動手指，一根發光的繩子纏上我手腕，猛地將我拽了過去。我狠狠摔在地上，小姐讓阿文按住我，挑起我的下巴，從頭上拔下簪子，準備刻字。情急之下，我將手裡的東西刺過去，沒想到隨手撿的一把生鏽破匕首，竟直接將小姐腦袋開瓢。鮮紅的血從末髮間流出，淌滿了整張臉。小姐瞪大眼睛倒下，一股熱流通過匕首從她身上湧向我，我嚇得趕忙鬆了手，雙腿控制不住發軟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恍惚間耳邊多了個聲音：竟然是你這麼個弱雞喚醒了我，真是白瞎大爷我這無敵屌炸天的身份了。我還沒來得及弄清这聲音是誰發出的，阿文就光着身子往外跑。你殺了小姐，我要去告訴老爺。你不能去！我焦急出声，那根繩子突然飛出去，捆住了阿文。我怎麼能驅動小姐的捆仙繩？我兀自納悶。阿文嘴巴不停，說什麼我壞了他乘龍快婿的美夢，他一定要讓老爺處死我。我沒辦法，只能從小姐腦袋上拔出匕首給了他一下，一下不行就2下，2下不行就3下，直到他永遠閉上嘴，和小姐一樣瞪着眼睛倒在我面前。沒想到你還是個狠茬呢，連殺2人眼都不帶眨。之前是我看錯了，要不要和我結氣？我正愁這2具屍體該怎麼處理，手裡的匕首再次說話。我嚇得扔在地上踩了2腳，接着就聽見他憤怒的聲音：操，大爺我可是上古魔氣雲際，可斩世間萬物，人妖仙魔沒一個不懼怕我的名號，恢復真身分分鐘把你剁成肉泥。上古魔氣，那豈不是很厲害？呵，嚇得尿褲子了吧？知道怕了就……這麼牛逼，應該能賣個好價錢。我撿匕首擦了擦上面的血，隨手別到腰後。林府肯定是不能待了，我回房收拾了幾件少得可憐的衣裳，準備跑路。大少爺冷不丁出現在门口。云月，我剛才看見你在柴房殺人了。一句話讓我驚得後背冒汗，一手悄悄摸向後腰。是他們死有余辜。我一直覺得以你的容貌姿色，嫁給阿文實在可惜，也一直知道你經常偷看我，你願不願意降我為妻？大少爺上前一步，深情款款看着我。我心悅你許久，只苦於沒有機會開口。只要你點頭，那2條人命我幫你處理，以後你就是林府的少夫人，沒人再敢欺負你。大少爺生得唇紅齒白，如同畫中走出來的清俊公子。我悄悄紅臉，羞澀點頭。這飛上枝頭變鳳凰的麻雀，我想當。大少爺十分欣喜，走過來拉住我的手。那你先好好休息，我讓他們準備一下，明日咱們就成婚。你少做美夢，偷點值錢的東西趕緊跑路還差不多，那個人肯定心懷不軌。雲際這麼一說，我心裡也開始打鼓，摸黑去了大少爺房外。屋中火光跳躍，傳來大少爺和僕人的對話聲。少爺，您真要取銀月那個賤婢？凌霄洞可是離群第一剑門，多少人擠破腦袋都進不去，我與妹妹更是連門檻都夠不到，那賤婢卻能入凌霄宗長老的眼。待我和她生幾個孩子，繼承她的優秀資質，光耀門楣就將她除掉。只要成婚，我就不會讓她的肚子歇下來。3年之後再將她挫骨揚灰，替我妹妹報仇雪恨。她要是逃了呢？那我就花重金發布懸賞令，她逃到天涯海角都有人追殺，一輩子也不得安身。我聽得心中發寒又憤怒，催動捆仙繩從門縫鑽進去，捆住了大少爺。在下人沒反應過來之前，破門入一刀捅進他喉嚨。大少爺不停吐血，死死瞪我。心狠手辣的毒婦！我才不是毒婦，是你要害我！我聲音發冷。
僕人想喊人，也被我一刀抹了脖子。殺人其實和宰雞鴨差不多，殺多了心中就沒有什麼波瀾。快拿點值錢的東西跑路。雲記催促。我點點頭，從床底下翻出一沓銀票，從後門溜出林府。剛走不遠，就迎面撞上我大哥。迎月，大哥聽說了凌霄宗長老要收你為徒的事，你可真給咱們蘇家長臉。我與大哥關係並不好，他愛賭，一輸光錢就打人撒氣，不打兩個弟弟只打我，說我是賠錢下賤貨。我爹娘也這麼認為，沒阻止過一次。我7歲那年，大哥被一個宗門長老看中收了做弟子，至此10年沒見過，我與他沒什麼感情，恨倒是有一點。我正猶豫要不要順手給他一刀時，大哥猛地後躍一步，警惕盯着我。迎月，咱們可是骨肉至親，你不能做這種事。他能讀我的心？你大哥的仙術是讀心，築基後期，你不是他的對手，別貿然動手。雲記出聲警告，好像除了我之外，沒人能聽到他的聲音。哦，那伺機動手就好了。我用神識想的這話，大哥並沒有察覺。大哥，林府的少爺要霸占我，被我打傷了，他們馬上就要追過來，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。我巧妙解釋了身上的血，大哥眼裡閃過鬆懈。那先回家吧，好多年沒見，大哥有很多話想跟你說。我將銀票和匕首藏嚴實，跟大哥回了家。飯桌上，爹娘和2個弟弟都堆起假笑，大哥更是一個勁給我敬酒，悔恨之前種種，要好好補償我。酒裡下了藥，最好別喝。雲記出聲提醒，我面不改色點頭，悄悄將酒倒進袖子。酒過3巡，我暈倒在桌上，娘親貼心扶我去床上歇息，我卻聽到磨刀的聲音。半夜有人進了我的屋，喊了幾聲我的名字。我心無旁騖，佯裝熟睡。孩兒他爹真要這麼做嗎？會不會太殘忍了？咱們給了他一條命，他報答咱們不是應該的嗎？一個女娃娃修仙也修不出什麼名堂，不如割了他的肉給幾個兒子吃，讓他們位列仙班，咱們也跟着享福。什麼割肉？是抽取灵根。以前倒沒發現迎月的靈根這麼強，我天生靈根弱，若吸取他的靈根，必定事半功倍，早日到達結丹期。冰冷的刀光晃在臉上，我猛地睜眼，握着匕首刺出去。大哥反應很快，捏了個诀擋在身前，面前多了層淺藍色的保護罩。迎月，你那把破刀衝不破我的結界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他還沒得意多久，雲記就撕開那層保護罩，直攻他命門。大哥確實有幾分本事，我和他打了許久，落了一身傷，最後放了把火燒死他。雲記說我體質特殊，殺了誰就能吸取誰的仙術。小姐的捆仙繩，少爺的御火術，大哥的讀心術，現在全部歸我所有。我踉踉蹌蹌跑出家門，爹娘在後面緊追，用各種不堪入耳的話罵着我，最後直接扯開嗓門說誰吃了我的肉就能長生不老，引得全村的人都拿武器來殺我。我體力不濟，往深山逃去，跑進一間山洞躲避。迷迷糊糊間，有個人影從天而降，白衣飄飄晃似仙君。我是凌霄宗倚雲仙尊的弟子，長老算出你有一劫，特派我來相助。跟我回宗門吧，那裡不會有人傷你。男人語氣溫柔，捏絕我智商。我卻讀得他心中話，這女人靈根奇特，休息肯定比別人快上10倍，金丹也一定打不。等回了宗門，我多加督促，讓她趕在小師妹生辰之前突破結丹期，到時我挖了她的金丹，送給小師妹當生辰禮，小師妹肯定會答應和我雙修。真是人怕出名豬怕壯，連堂堂仙門弟子都打我的主意。我掀了眼皮看過去，正要出言拒絕，雲記突然開口，跟他走。當年就是凌霄宗那群老不死的封印了我的真身，只有我奪回真身，你才能變強保護自己。我和他已經結契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。當下就和男人一起回了凌霄宗。本來遴選的長老要收我為徒，拜師時倚雲仙尊突然現身。即便我不懂修仙，也聽過他的名號。他稱得上凌霄宗第一人，修為已到大成後期，已經幾百年沒收過弟子。倚雲白衣墨髮，神色淡漠，問我願不願當他的弟子。我望着他俊美清冷的天人之姿，一時愣住。犯什麼花痴？快答應啊！跟着他你就享福了。雲記急聲催促，我這才回神，朝倚雲跪下行拜師禮。他微不可察地點了下頭，眸光掃過我腰間匕首，不知在想什麼。奇怪的是，我竟讀不透他的心。雲記說是我太弱了，等修為突破元嬰就能窺探他內心。為此只有努力修煉。倚雲對我好的離譜，不僅給我安排了離他最近的住所，還親自教導我修煉。別的弟子問他問題，他總是一臉淡漠，而到了我就會低下頭溫柔講解。眾人都傳我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，倚雲才會對我如此上心。對此我並不清楚，只是一復一日地沉浸在倚雲的溫聲細語中，漸漸對他生出些不該有的旖旎心思。我修為突破築基到達結丹期時，倚雲說他要閉關，把我交給幾個師兄就匆忙消失。
我是唯一的小師妹，師兄們都搶着教導我。我聽見的都是骯髒的心思，有的要和我雙修，有的覬覦我的金丹，甚至有人打起雲髻的主意。我通通不理，冷漠待之，一人在後山修煉。不知怎地就起了流言，說我根本不是什麼天才，而是房中術了得，迷住了以雲，才讓他對我如此重視。我不理會这些，只潛心修煉，想再上一階，探一探以雲對我到底是怎麼想的。可流言越傳越廣，漸漸整個宗門的弟子都聯合起來孤立我。1個月後的試煉大會上，元嬰期的師兄對我下了死手，我渾身骨頭都被打碎，只剩一口氣，他還不肯停手。長老們都在觀望，看我能否絕地反擊，證實天才傳言。只有我自己清楚，再挨一擊就得當場斃命。師兄眼中殺意翻騰，要給我最後一擊時，以雲從天而降，一招擊飛師兄，將我護進懷裡。明明他的閉關還沒結束，貿然出來會有走火入魔的風險。以雲重罰師兄，抱着我回了他的寢殿療傷。我無法動彈，他便親手為我褪去衣服，將我抱在懷裡施法療癒，眼中滿是心疼。我嘔出一口血，不解望向他。以雲垂着眼眸，修長好看的手拿了帕子為我拭去唇邊血漬。迎月，為師的心意，你當真看不清嗎？師尊真的喜歡我？我驚訝出聲。以雲墨色繚繞的眸子鎖住我，無聲默認。我心中好似落下驚雷，不可置信又忍不住竊喜。可是為何？我們只相處3個月不到。情之一字，答案為何？連我這個仙尊都窺不破。我只知道，從看見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被你深深吸引，不可自拔的想把你護在羽翼之下，不讓任何人搶走。我驚訝到失語。花言巧語，你真信？雲髻聲音帶了嘲諷。我該疑心，可對上以雲溫柔含情的雙眸，我亦不可自拔地陷進去了。以雲忽而眼唇重咳不止，指縫間有黑血溢出。你怎麼了？我立馬扶住他問。3年前魔族攻占人界，我前去除魔，和魔君大戰3天3夜。雖然將他封印，但受了他一擊，體內一直有魔氣未能清除。此番閉關就是為了調理，因擔憂你強行出關，有些走火入魔，不用覺得愧疚，這和你無關，是我心智不定罷了。我好好調理一番，應該能壓住魔氣。嗨嗨！以雲咳得越發厲害，眉心隱隱有黑氣湧現。怎麼能和我無關呢？我要怎麼做才能幫上你？我心急如焚。你真的想幫我？我用力點頭，急得不行。以雲突然靠近，附在我耳畔道：你體質特殊，能容納天地萬物，只要和為師雙修，為我吸出魔氣即可。我臉紅得滴血，說話都結巴了。現在？以雲低低一笑，唇畔擦過我耳際。現在不行，你修為太低，受不住為師，要突破元嬰才可以。我鬆了一口氣，聲若蚊吶。那我努力修煉，爭取早日幫師尊渡魔氣。好，為師等。以雲嗓音沙啞，重新閉關去了。我開始更加勤奮修煉，每日只睡2個小時，捲得其他弟子苦不堪言。你真要和以雲雙修？這天下不止你一個體質特殊的女弟子，想幫她渡魔氣的人更是數不勝數。你最好掂量掂量，別把自己賠個精光。雲髻不厭其煩在我耳邊嘮叨。既然想幫她渡魔氣的人那麼多，那她為什麼偏偏選中我，只對我這麼好？因為你好騙，死戀愛腦，看你就來氣。雲髻罵完就沒了動靜。我撇撇嘴，繼續揮劍。戀愛腦就戀愛腦，我本來也沒什麼大志向，找個好人嫁了還是我的最終目標。更何況對方是實力如此強悍的以雲仙尊，他能看上我，我就捂嘴透着樂吧。以雲閉關3個月，我的修為到了結丹後期，卻始終突破不了最後一關。轉眼宗門秘境開啟，所有弟子都要進去試煉。聽說裡頭關着十分兇惡的妖獸，每年都有倒霉的弟子命喪其口。我這麼倒霉，是個人都對我圖謀不軌，進了秘境，那妖獸不會可着我吃吧？我擔憂的睡不着覺。放心吧，關押妖獸的地方都在秘境最深處，一般弟子根本不會傳送到那裡。這次是個難得的機會，你要是命好撿到幾個妖丹，修為可就直接突飛猛進了。有雲髻安慰，我的心情才好受點，美美睡了一覺。第2天試煉開始，幾個師兄聚在一處，對着我露出詭異笑容。我還沒來得窺探他們內心，就被推進秘境。據說秘境一共18層，越往深處關押的東西越厲害。我被傳送到一個烏漆抹黑的地方，尚未站穩腳，就察覺一道極其危險的氣息。黑暗中，一雙碩大的銀色樹瞳對準了我。雲髻，現在是什麼情況？我頭皮發麻。恭喜你，被傳送到最危險的一層，這裡關押的都是化神期的妖獸。一定是那些人搞的鬼，現在該怎麼辦？我咬牙切齒，卻又怕得不行。還能怎麼辦？跑唄！雲髻聲音落下，我拔腿就跑。等等，幹什麼？我感應到我的真身了，就在這凶蛇體內。你想辦法拖住它，我進去看看。雲髻說完就嗖的一聲飛出去。借着它激起的光，我才看清身後是一條馬上要化蛟的凶蛇，光是吐出的信子都能把我扇飛10米遠。
雲際輕鬆刺破凶蛇堅硬的鱗片進入他體內，凶蛇發出痛苦長嘯，憤怒朝我衝來。我心裡直罵爹，一邊跑一邊施展畢生所學。可無論什麼法術用在他身上，都如同以卵擊石。很快我就被掀飛，重重摔在地上，肋骨全都斷了，趴在地上起不來。與此同時，秘境外層幾個師兄聚在一處笑談，說我肯定已經被這妖獸吞入腹中。那迎月長得倒是美，體質又特殊，誰和她雙修都能突飛猛進。我還真想嘗嘗她的滋味，只不過她太高冷了，不管送什麼東西，她都不肯看我一眼。你瞧她天生一副狐妹子樣，保不準私下裡怎麼求師尊寵愛，骨子裡就是下賤的東西，裝清高罷了。我看也是，說不定早就把師尊的床爬爛了。人盡可夫的東西留着也是敗壞門風。不知為何，他們的話清晰傳到我耳中。我心裡憋了口氣，不服睜開眼睛，在凶蛇要將我吞入腹中時，放了把火灼傷他的眼球。雲際，你到底要磨蹭到什麼時候？一聲散漫冷笑掠過，凶蛇體內發出耀眼紅光，剎那間將它炸成無數肉塊。我用胳膊擋住降落的血雨，一柄渾身刻着紅紋的玄鐵長劍飛進我手中，發出陣陣嗡鳴。怎麼樣，小爺真身帥爆了吧？是，我敷衍答應，取下劍尖插着的妖丹，一口吞入腹中。顷刻間，一股強大陰冷的力量湧遍全身，好似將我拖進冰窟，每一寸血液都結了冰。我就地打坐，咬牙和那股力量對抗，許久睜開眼睛，眼中閃過一道金光，眨眼恢復如常。我的修為已經突破結丹，到達元嬰後期。蓦然聽見了雲際的心聲：這凶蛇妖丹極寒，就是大成期的仙者都要煉化7749日才能服用，不然必遭反噬。他卻眨眼功夫就吸收了，莫不是窮奇轉世？小爺我還真跟對了人。我輕笑一聲，握住劍柄。什麼轉世我不知道，但我要去報仇了。我御劍而飛，乘着雲際飛出18層，找到了我的幾個師兄。各位師兄，我真是好想你們啊！見我落地，他們臉色驚恐如臨大敵，快速拿出各自法器。咱們都把他送到第18層了，他怎麼還能活着出來？而且修為竟增長這麼多。你們看，那把劍不是魔劍嗎？迎月到底是什麼來頭？管他什麼來頭，今日絕不能讓他活着走出秘境。一起上！對，一起上吧，省得浪費時間。我嘴角掛着冷笑，劍掃之處血肉橫飛。殺光這些臭魚爛蝦，竟也費了我足足一日功夫。我多了不少法術，修為也直接突破元嬰，到達化神上期。出了秘境，我讓雲際施法蓋住我的修為和他的魔氣。以雲已經出關，親自來迎我，沒看出什麼端倪。我見了他，雙腿一軟，跪到地上。師尊，我和幾個師兄被送到秘境18層，他們為了護我，和那凶蛇同歸於盡，只有我活下來了。以雲臉上並沒多少驚訝，只伸手替我整理鬢邊亂髮。活下來就好，回寢殿為師幫你治傷。我點頭，跟着他走的腳步卻一頓。若非劉芳嫌我體內有魔氣，不願和我雙修，我也不至於費盡心思討好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。到頭來他還要生氣，指使那幾個不成氣候的把迎月傳送到第18層，魔氣入體會灼燒靈根，這輩子就和仙門無緣了。等清除魔氣，我先將迎月關進萬冰窟，再借劉芳體內真黃之血助我突破最後一關，立了天劫，我再將她放出來，好好調教一番。當個解悶的玩物還是不錯的。堂堂大成期的仙尊，竟也會存這麼骯髒的心思。我心裡湧上滔天怒火，停住腳步，盯着以雲。他還是一副心疼模樣。迎月，怎麼了？我與他之間到底還差一截，動起手來沒有勝算，擠出一絲嬌笑，佯裝羞澀道：師尊，徒兒修為已到元嬰期，可以為您渡魔氣了。只不過徒兒不想這副髒兮兮的模樣接納您，可不可以容我回去收拾一番？以雲眸色暗了下，並不反感這樣的小女兒心思，摸了摸我的頭。去吧，不必捯饬得太隆重，為師喜歡素雅的。我忍住胃中惡心，對着他點頭。以雲離開後，我立馬掏出通天令，施法調查劉芳在何處。這是一個師兄的法器，可以知道凌霄宗所有人的蹤跡。我運氣不錯，劉芳就在宗內，我立刻御劍飛向他的所在地，是後山的一處禁地。本是個靈氣充足的修煉地，卻被以雲列為禁地，不許任何弟子靠近，想來是在此處藏嬌了。我輕易破開結界，見到了正在弄花煮茶的劉芳。是個美人，只可惜修為不高，丹田處聚着一團溫暖炙熱的金光，看得人着實眼饞。是真黃血脈，對你來說大補。雲際冷不丁出聲。我眯起眼，手起劍落，剛煮開的茶裡濺了幾滴血色。劉芳驚愕的表情停留在臉上，還沒開口說話，腦袋就落地。我貪婪吸收他體內的真黃之血，覺得修為突飛猛進，只差臨門一腳就能登頂大成。迎月，快停手吧，再這樣殺下去，你早晚會墮魔的。一片金光閃過，我的識海中多了個女人，粗布麻衣，眼神單純，是一開始的迎月。我飲了杯帶血的茶，嘴角勾起。我修的是仙，怎麼會入魔呢？你忘了自己的初心嗎？沒忘，找個良人嫁了，好好過日子嘛。那你修這仙有何用？
修仙也不耽誤嫁人，更何況我杀的都是心術不正的惡人，遇到真正的良人，我会好好和他過日子的。我手一揮，便從石海中退了出來，眼前不知何時多了個一身紅衣、面容俊朗的男子。什麼是良人？我看了好半天，才認出這人是化成人形的雲際，低頭拎起劉芳的腦袋，裝進了玲瓏袋。你一把魔劍，問這個做什麼？我想知道。雲際好看的桃花眼一瞬不瞬盯着我，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轉頭往外走。就是志同道合，不害我，也不嫌棄我吃得多，相處起來輕鬆自在的人。雲際沉默半晌，跟上我。我不嫌棄你吃得多。我白了他一眼，你敢嫌棄？重得跟座山一樣，我不吃多點能拿得起你？雲際嘴角抽搐兩下，沒再說話。我讓他變回匕首，換了身衣服，去了倚雲寢殿。他早等得不耐煩，卻忍着沒發作，擺了個自認為很帥的姿勢，躺在床榻上，溫柔注目着我。我移山半退走過去，像只溫順的貓爬上床榻，摟住倚雲脖子，讓師尊久等了。迎月這般誘人，為師等多久都值得。倚雲摟住我的腰，眼中浮上情欲。我嬌羞一笑，埋手在他胸膛吹氣。師尊調動魔氣吧，徒兒幫您渡出來。倚雲喉結滾動，應了一聲好，開始調動魔氣。若他在此時情緒激動，走火入魔，就是我下手的最好時機。我幫他褪去外袍，玲瓏帶突然一鬆，一顆沾血的腦袋滾了出來，正好落在倚雲盤起的腿上。他愣了一下，隨即體內魔氣翻騰，雙眼血紅瞪着我。你殺了劉芳，是又如何？我看準時機，喚出雲際刺傷倚雲。我雖占了先機，可倚雲到底比我多活了幾百年，法術運用和戰鬥經驗都在我之上。這場惡戰持續了1天1夜，幸而我入殿之前布下結界，沒引起什麼風動。最終在雲際的多幫襯下，我祭出一把真黃之火，燒毀了倚雲的內丹。他吐血倒下的同時，幾百年的修為開始向我湧來。待我完全吸收，雲霄宗上空黑雲湧動，電閃雷鳴。我已突破大成之境，馬上就要歷劫了。我立馬打作渡劫，雲際化作一層暗紅色的結界罩住了我。這是我的劫，你不必牽連進來。廢話，你若完了，我能好到哪兒去？我欣慰一笑，專心渡劫。隨着第一道天雷劈開我布下的結界，凌霄宗眾人察覺不對，紛紛聚過來，卻怕被天雷波及，不敢入殿，故而都以為是倚雲在歷劫，紛紛出手相助。一層層保護罩疊加在我頭上，我竟毫髮無傷，挺過天劫，直入九霄見了天道。天道問我要正何道，我想了片刻，勉強回答：那就正殺道吧。天道嗤了一聲：那你殺的這些人還不夠，正不了此道。我蹙眉：那究竟要殺多少人才夠？遠超你現在所殺之人，或者殺掉一個對你最重要的人，便能正你的道心。我還沒問清楚，就被天道打了回來。怎麼樣，成了嗎？雲際殷切望着我，和他視線對上的那一刻，我心裡一震。難道對我最重要的人是他？沒等我想明白，凌霄宗眾人已經看清歷劫的不是倚雲，得知他早被我殺了，個個都嫉惡如仇，瞪着我。你這個殘害師長的妖女，竟然還和魔劍勾搭到一起，拿命來！當初要收我為徒的長老領着一群弟子攻過來。我看的果然不錯，這妖女果真是窮奇轉世，體內還融了真皇之血。待我取了她的內丹，將她一身本領都奪來，豈不是會立刻飛升，和天地平起平坐？老不死的野心還不小。我換了雲際在手中，一人一劍殺了3天3夜，終將凌霄宗滅了滿門。我修為大漲，名聲也散了出去。背叛師門，嗜血成性，與魔物勾結，扣在我身上的罪名數不勝數。其他宗門的人都將我視為眼中釘，連起手勢要除掉我，只不過更多的還是奔着我的內丹來的。我立於凌霄山巔，來者不拒，腳下的屍體堆成小山那麼高，才終於清靜。我滿身都是腥臭的屍血味，貪婪地吸收那些人的修為，瞳孔逐漸被金光覆蓋。一片血霧中，有什麼東西離我越來越遠。我努力看清，是過去的銀月。天真、怂包、愛犯花痴，一生所願不過嫁個良人的銀月，已經徹底離我而去了。現在的我貪婪無邊，嗜血成性，可以毫無顧忌坐在屍山血海中欣賞天邊殘月。再次見到天道，我方知殺掉重要的人，指的是過去的我自己。你的道已成，只不過殺孽太重，需經歷天譴捨情捨愛，才能位列仙班。當個仙還得遭天譴捨情棄愛，那我選墮魔。天道震怒：魔物不被世間所容，你一定會後悔的。去你爹的！我放了一把火，乘着雲際逃之夭夭。各宗門的修仙者還在搜查我的下落，我累得不想應付。尋了處清靜地方布下結界，和雲際過起隱居生活，一晃就是幾百年。雲際大部分時間都化成人形陪在我身邊，與我越來越像一對隱士夫妻。某日他扭扭捏捏，卻語出驚人：你是魔仙，我是魔劍，要是雙修會發生什麼？我挑眉斜他：
早就想這麼幹了吧？雲姬臉一紅，生氣反駁：“我就是好奇。”行，我一把將他按在床上，脫了衣服。好奇咱們就試試。試試的結果就是对我們倆的修為沒有任何幫助，卻多了個磨人的小奶娃。